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非说来的第7季第24集。这一集主要讲团队合作的故事。太阳当空照，弗莱要刷牙，班德却对他笑个不停。弗莱小眼一眯，对他说：“你笑什么？”班德回答：“没什么。”等等。弗莱马上将注意力转向牙刷，果然牙刷上满是金属屑。弗莱立马质问班德：“你是不是又用我的牙刷给屁股抛光了？”班德极力反驳：“你凭什么怀疑我？我只不过是在晚上。”这加大了弗莱对于班德的疑心。由于没有证据，于是弗莱来到监控折扣店，他如实的向老板说明了他的需求。于是老板按照他的要求，为他推荐了一款全息迷你隐藏摄像头。他不仅操作简单，还附送软盘，是桌肩、头盔以及监控之佳品。弗莱二话没说，好，就是它了。晚上，弗莱将其安装在浴室镜上，恕在下直言，这样安装摄像头会不会显得太随意了？第二天，赫米斯正准备吃午饭，但是当他拿出便当时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这时，恰巧约翰在一旁剔牙，所以赫米斯怀疑自己的午餐被约翰给吃掉了。这边，莉拉正在打沙包，但是他却在沙包上发现了高尔夫球杆击打的痕迹。于是莉拉怀疑艾米用自己的沙袋练习高尔夫球，艾米也表示有话说，我还怀疑你用我的高尔夫杆给飞船压槽呢。塑料姐妹再次刚上，这天大伙正要开会，弗莱站了出来，我想趁这次大伙都在，我要指控班德，他用我的牙刷抛光屁股。班德立即反驳：“你就是羡慕你的屁股不如我的，行吧？你不承认，那我就用证据说话。”弗莱随即拿出了监控软盘，我有证据。班德一脸无所谓，来呀，怕你啊！事实证明，班德并没有用弗莱的牙刷，最多就是在半夜偷了弗莱一个肾。莉拉也有软盘，而事实也证明，艾米和莉拉都没有用彼此的东西。这时赫米斯坐不住了，还有我的，但事实却是，约翰没有吃他的午餐，是班德把饭扔了，用来装弗莱的肾，而莉拉误以为是美食，就把肾吃了。这时教授走了进来，我感觉我换了一个假肾。约翰拿来透视电筒为其检查，原来赫米斯的午餐被当作肾脏装给了教授。至此，所有的事情都真相大白。可大家依然不服气，教授见状呵斥道：“你们的团队精神在哪里？大家如此不信任，彼此以后还怎么共事？正所谓人心齐，泰山移，人和心，马和套。”为解决这个问题，教授决定组织一次团建。他砸下重金，请来一位专业级的训练带队，恰逢门卫大爷的侄子也刚好入职。于是，一大伙人坐上飞船驶向目的地。途中，领队表示，解决信任危机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做信任背摔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他要随机抽选一位陌生人来做助教。于是领队命令莉拉，遇见搭便车的就杀一脚，我要让他做助教。说来也巧，他们很快遇上了搭便车的人。嘿，你们是去仙女星吗？领队回答：我们不去，但你要不要考虑加入一场别样的团建活动？管午饭的话，我倒是不建议。搭车人上船，领队迫不及待的想要示范今日手摔。安排就绪过后，领队毅然的倒了下去。殊不知这一倒，一辈子就过去了。吃掉领队后，他现出了原形，并快速逃进了飞船内部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飞船随即失去了动力，黑暗笼罩着随时被吃掉的恐惧。稍一不注意，随时都能领盒饭。配角总是最先换场的那一个。话还没有说完，大爷的侄子光速拒绝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教授赶紧带着大家跑进安全舱。教授告诉大伙，此墙坚不可摧，并且食物充沛，还附带娱乐设备，待个10天半个月不是问题的。话音刚落，氧气设备便啪啪打响了教授的脸。危急时刻，教授稳住大局，莫慌，我还留了一手。首先，我们得分成3个小组。第一组，赫米斯和约翰得从爬机管爬出去，启动生命维持分散。第二组，艾米和莉拉去拿方向盘，这样以便在安全舱里操控飞船。第三组，弗莱和班德从船体外面走到飞船后面，去重新点燃发动机上的信号灯。计划安排的甚是周全，但似乎大伙却对分组不满意。尊老爱幼，危险任务还是年轻人在好。随即，教授把众人推出安全舱，于是大伙按照分组开始行动。首先是弗莱班德组，一边说，班德一边走了出去，弗莱紧随其后。Oh shit， 我忘穿磁力鞋了。班德叹息道：“哎，猪队友。”没办法，班德不得不让弗莱骑在肩上。好在任务总算圆满完成了，但由于大意，班德的陀螺仪被火融化。由于维持不了平衡，两人在飞船外左摇右晃。同一时刻，赫米斯和约翰也来到了排气管，顶嘴是难免的。好在任务还算完成的比较顺利，但这时赫米斯手中的探怪器却响了起来，看来是怪物来袭了。两人吓得缩成一团。原来只是只老鼠，但幸福总是短暂的。突然，怪物冲了出来，并吃掉了老鼠。由于太过紧张，赫米斯竟然在这时被卡住了，而怪物依旧还在他们周围盘旋。飞船地下室，莉拉和艾米也在翻旧账，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闹得很是不愉快。突然，怪物的出现终止了两人的争吵。莉拉下意识地与他展开搏斗，但没过几招，莉拉就被擒获。这时，他仍旧不忘对艾米大呼：“快跑！”但是艾米嘴还是很硬，用不着你命
命令我。随即，艾米拿出了高尔夫球，一个标准的挥杆直中怪物。就这样，艾米又救了莉拉。飞船外，由于没办法修班德的陀螺仪，两人仍在飞船上摇来晃去。但更糟的是，班德失手打破了弗莱的氧气罩，顿时弗莱呼吸困难。情急之下，班德将弗莱塞进了自己的胸腔，弗莱也借此机会与班德合体，歪打正着，班德竟然可以控制身体了。于是弗莱班德成功回到了船舱，莉拉艾米逃过一劫后，也成功拿到了飞船的方向盘，现在只需跑回安全舱就可以了。但是在回去的路上，他们却发现了类似怪物的不明物，原来那只是赫米斯被卡住的脚。在约翰的润滑墨汁的助力下，赫米斯脱卡成功，四人面面相觑，不禁大笑了起来。这时弗莱班德也赶来会合，艾米挥杆包治百病，所以班德的陀螺仪也修好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但高兴还真的是太早了，怪物光速闪现现场，众人慌忙逃进安全舱，莉拉立即将方向盘插入控制孔，准备回家。这时教授不慌不忙地对大伙说，怪物是我安排的，这只是一次实战演习，你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切都皆有可能。显然这堂课大家吸收的还不错，原本貌合神离的伙伴重归于好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 No， 这才是刚开始。谈话间，教授突然变成怪物，并吃掉了赫米斯，恐惧再次蔓延开来。在怪物离开后，又一个教授走来，糟了，我忘记告诉大家，怪物会变形，他刚刚袭击了我，然后变成了我的样子，吃掉了赫米斯。门卫大爷站出来，想要表达观点，不料这个教授也是怪物幻化而来，所以门卫大爷惨遭灭口。不慌，还有第三个教授，那个我可以用我的 DNA 来证明。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怪物这次变成了艾米，随即吃掉了教授。36计跑为上策，大家开始四处逃窜。弗莱则和莉拉躲在一起。莉拉对弗莱说：“同床共枕这么久，现在我只相信你，给我来个爱的鼓励好吗？”尽管弗莱有些犹豫，但随后还是和莉拉忘我的拥吻在一起。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怪物是弗莱，所以莉拉 out。班德吓得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这时艾米跑了过来：“咦，班德，你怎么长了耳朵？”哎，好吧，不用猜了，就是我。所以艾米也 out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幸存者只剩下弗莱和班德，两人在瞎跑中如期会面。反正都要死了，还是说点真心话吧。随即他向弗莱坦白：“我想要告诉你，我确实用过你的牙刷擦屁股。”弗莱也决定赤诚相待。说实话，我的确很嫉妒你闪亮的屁股，有时我甚至会用砂纸磨花它。事情说开后，两人表示这果然是对方的作风，所以信任之心不召而来。就在这时，开局就挂掉的领队突然出现，他表示：“恭喜二位，你们成功通关。”但两人依旧没有放松警惕。领队继续解释，并没有什么怪物，大家都还活着，这只是团建项目的活动之一。弗莱仍然不放心，那你又怎么解释变形？哦，忘记说了，他的确略懂点障眼法，但这都只是为了表演效果。而你的那些朋友们正在后面开派对呢，来，就等你们了。但由于经历了之前的种种胆战心惊，无论领队怎么解释，班德和弗莱都认为这是在故伎重演。两人确认过眼神后，果断开枪射向领队，一阵狂射后，直到领队从渣渣变成了灰，两人才算放了心。这时小伙伴们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，那个还是毁尸灭迹吧。回到公司，新闻里正在播放著名科研者失踪案。弗莱立即对班德说：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我们是同条绳上的蚂蚱了，谁都不能说。”班德回答：“好，那我们发毒誓，保证信任对方。”弗莱立即照做，但新闻里又说击凶者重金报谢，而且警方怀疑是两人作案，所以先招供的那个人能得到翻倍奖赏。两人小眼一眯，同时望向桌上的电话。我们总是说眼见为实，弗莱因为看见了牙刷上的铁屑，所以将怀疑对象指定为班德。莉拉因为看见了高尔夫球杆上的痕迹，于是认定艾米是罪魁祸首。但事实却证明，他们看见的以及他们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总是这样，一旦打起了肚皮官司，便会即刻否定这个人所有的好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猜忌怀疑。无可否认，不论处于何种关系，我们都无法避免心生隔阂。但面对隔阂，扪心自问，多数人总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，却又在无数次的磕磕绊绊之后，才终得出无非是瞎子蒙眼装判官。人与人之间没有天生的赤诚相待，若不是朝夕相处见人心，谁也不愿意拿出真心做交换。信任需要能力，同时更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它既坚固，却也脆弱无比。它可做铜墙铁壁，也可不堪一击。而我们终须明白，人生本是一场孤旅，却因有朋自远方来而徐徐生辉。诚心难求，知己难遇，不负之日，方得始终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